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聊美股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既然是漫谈，我们就把这个节奏稍微放得慢一点，因为我平时做直播的时候，这个语速比较快。那么在做今天这个漫谈之前的话，简单说一下，因为最近我的工作和家庭事情比较多，那么有点忙不过来了，所以说从下周开始，我这个直播呀要停个2、3周，具体什么时候恢复的话，我会在频道的这个社区里面会给这个做预告的，所以说先在这里对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直播先暂停个2、3周。那么这个周末这个复盘的话还会继续，这个我会尽量保证的。那么在这里做一下这个预告。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继续这个看图说话。这是第72课。那么再次强调，这个我这里的这个插图全都是借用萤石陪你禅中说禅这位师兄或师姐的做的制作的图形，地址在这里，版权也是属于他的。那么第72课，本 ID 已有课程的再梳理。在禅师在他写这个博文，还有他在写这个教你炒股票这个系列的时候，并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顺序来。什么叫正常的顺序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一套理论，那肯定都是从最基础的组件开始来讲，然后慢慢的开始加深它这个难度，对吧？一般都是这样。但是禅师最开始做这个博文的时候，并没有想把所有的这个东西写出来，这是他自己说的。那么在慢慢写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他自己说的那个原话说是，可能是缘分到了，对吧？他就把这个东西慢慢都写出来了。所以说到了72课之后，他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很多了。那么可能是很多新人看他博文的时候找不到这个方向，所以说在72课他做了一个再梳理，可能是之前也有过梳理，那么72课又进行了一个梳理。我们看一下本 ID 的理论，本质上分两部分，一是形态学，二是动力学，三就是两者的结合。所谓形态学、动力学其实很好分辨，任何涉及背驰的都是动力学的范畴，背驰是动力学的基本点之一。另外，中枢走势的能量结构之类的东西也属于动力学，而形态学也就是中枢走势类型、比线段之类的东西，对吧？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图形，前论、形态、动力，然后懒人路线图、结合律、背驰。那么动力学里面包含背驰、中枢走势的能量结构。那么这个懒人路线图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在直播中说的，分形比，分形就是顶分形、底分形，然后比线段，线段是由3笔构成，3笔构成一个线段，但是这3笔构成的时候可以不从最高点画到最低点，对吧？它可以是最低点画到次高点，或者说最高点画到次低点，都可以构成线段，所以这是线段比较特殊的。最小级别中枢、各级别中枢、走势类型，所以这是一个递归的关系，这是一个递归的关系，这是从小到大。那么如果说你要是从大的看到小的话，就是一个反方向的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那么下面还是有一些文字，这是上面几个东西是形态学最基本的，完全没有办法简略了。所以无论多懒，如果真想学本 ID 的理论，那请先把这几样东西搞清楚。关于形态学后面还有很多东西，最主要的就是各种与结合律相关的东西。结合律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我在直播中经常说的这个多义性，或者说我们分析走势类型的时候有两种分析方法，一种是同级别分解，一种叫非同级别分解，对吧？其实这就是结合律的应用。那么在一个图形中，这是一个走势，你可以是按照同级别分解的话，就是两个中枢，对吧？那么也是可以什么呢？如果说你要结合它的大周期的话，如果说这两个中枢
也有接触，但是呢，最终它又上去了。那么在这个同级别分解的时候，就是一个扩张，两个中枢进行了扩张之后，是一个大的盘整走势类型。你也可以用从这里断开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进入段，然后离开段，这就是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的区别。那么还有一种结合律是什么呢？就是这样。那么它有这个中枢有两种画法，因为这个小高点跟这个第一个回落的低点是有接触的，你可以把中枢画在这里，也可以有怎么画呢？也可以把中枢画在后面这里。那么前面这个3笔就变成了进入段，这就变成了一个进入段。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小3买，对吧？所以这就是在划分时候的一个结合律的不同，那么就会出现这个差异。至于怎么划分，那你要看当下的这个图形，最好是能够把它所要表达的这个，比如说有3买的时候，你要把这个3买能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对于你后期的这个交易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不同的结合方法造成的图形上分析不一样，不是说他说的就对。很多人老要找对错，其实这里面是没有对错的。已有的图形，你可以根据结合律来进行不同的划分，只要满足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变换不变性，这是结合律的这个重点。什么叫变换不变性？这个我其实说过很多次，就是你不同的划分方法，但是不能够改变买卖点的性质。就是说，你不同的划分之后，原来是买点，你不能说我重新划分之后，那个买点变成卖点了，那这就是错误的。所以说，不论你怎么结合，无论你怎么划分，买点怎么划分都是买点，怎么划分都是卖点，就是卖点怎么划分都是卖点，买点怎么划分都是买点，所以这是一定要遵循的这个规律。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你才可以任意划分。这是这个对结合律我需要强调一下，毕竟很多人在尤其是图形比较复杂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画了。其实怎么画都行，你只要维持这个变换不变性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79，分形的辅助操作与一些问题的再解答。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禅师主要想表达什么？他举了一个例子，首创股份。808日就是8月8号这一天，顶分型后跌破5日线，它在这个它的博文里面很多时候会用到均线，其实就是一个辅助判断的一个简单的就是有没有跌破5日线，尤其是在单边的过程中，如果说一直在5日线之上，那说明它是保持一个强势的一个表达，对吧？我们看顶分型跌破5日线，然后调整到均线稳起来再启动，这就是出现了顶分型，然后回落了一段时间，这两个均线开始粘合，然后之后所谓的稳上来，就是这两个均线开始有交叉了。9月3号顶分型后没有有效跌破5日线，对吧？顶分型之后踩到了5日均线上，并没有跌破它，然后继续上涨。所以说，你用一个简单的5日均线跌破与否，就可以来辅助判断现在当下的这个下跌的力度，或者说是上涨的力度。第二天有一个盘整的回补点，所以出现顶底分型之后，我们要注意的是它能不能够延续，对吧？出现顶分型，它也可以把它，比如这里就是被破坏掉了，又继续进行一个延续。所以说，出现顶底分型之后，你要关注它是不是要延续。还有注意，顶分型的时候是形成顶分型那天冲高卖，而不是等收盘顶分型都很明确了再走。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个直播中也说过很多次，出现顶分型了，顶分型3元素，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然后呢，出现顶分型之后，你发现第三元素已经跌破了第二元素的低点之后，这个时候还没收盘呢，对吧？在盘中你就发现了，
那么这个时候不是在这个下面这个位置卖，比如说收盘收在这里，不是卖在这里，不是卖在这个位置，而是等它冲高不能够突破第二元素的高点的时候卖。那么这个就是说，这里你就要用到小周期里面，它肯定会有一个上冲，一个盘整背驰。那么它又没有突破2的高点，这个时候你应该卖在这个位置，而不是说盘整背驰结束了，然后都下冲到这个位置，你卖在这儿了，那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它这里的注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对吧？出现顶体分型的时候，什么时候应该出来，什么时候应该等待，这是这个需要我们在平时交易的时候自己多练，多去这个分析就好了。这是第80课，市场没有同情，不想眼泪。所有的顶点都必须是顶分型。从这里可以严格推导出什么？就是一旦出现顶分型，离开就是唯一的选择。至于顶分型后是否形成比，那是离开后再判断的事情。而日线上，大盘在9月7号顶分型已经明显无误了，对吧？这就是9月7号顶分型。所以说，出现顶底分型，你先出来减仓，对吧？其实，更好的是你要结合它的这个前面这段走势的一个内部结构，我们用的双触发其实就用的这个方法。那么出现顶分型了，是触发你观察，现在这个位置我是不是应该减仓了？还是说这个顶分型只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还是不是能延续？但是呢，出现顶分型离开就是唯一的选择。至于它这里是不是形成比，是它后面的事儿，对吧？那是再判断的事儿。你这里卖了，后面它是有机会让你再买回来的，利用小周期的这个盘整背驰，可以买回来。所以说，不是说啊，我这里出现顶分型了，我这里抱着这个叫什么玩意儿侥幸的心理啊，这可能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吧，我这里不动也没有关系吧。但是没想到你不动，夸夸夸，它会一直往下走。那你这个时候想出的时候已经晚了，对吧？你这里不出的话，那可能它到下面这个低点去了。所以说，出现之后，你的第一应对就是要么先减一点，减多减少那是你一个仓位选择了。但是即使是这个，比如说3天的一个回落，或者2天的一个回落，这个差价都是能做出来的。你不能说我前面这里出现过顶分型，但是都变成了中继，对吧？我们这次也是中继的，那这就是猜了。所以说，首先要应对，然后再判断是否形成。好的，这是这个第80课的这个插图，应该还有一个第80课的插图。这里是这个裸 K， 然后这里有一个中枢，那么这个应该是1分钟的图形。1分钟图形上构成了5分钟的中枢，在最近形成的5分钟中枢中，任何向上离开5333点的震荡，5333点应该是78这个位置，也就是它前3段，它这个图形上画的就是1、2、3，对吧？但是呢，它这个中枢的取的又是从这个位置取的低点，所以说就是大概齐吧，大家就是大概齐看一下。向上离开533点的震荡，最终能形成一个卖点，就是中枢在这里，然后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脱离这个中枢，力度衰竭的时候就是卖点，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这个中枢震荡的一个策略。但这是卖点后的事情，没有任何比当下的卖点更重要，而且股票的交易规则没有规定卖了就不能再买，对吧？你出现这个衰竭之后，要观察它的次级别，观察它的小周期，才能够更好的卖在相对高的位置。那么，如果该卖点回抽，不回到533点，就可能形成第3类买点，也就是这个回不来。但是呢，它这里都是回来的，所以说这里在它这个图形上没有出现第3类买点。好的，刚刚那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看图说话，然后又来到了我们平时做的这个复盘。下周最重要的周510月3号非农数据要出来了。那么这个刚刚过去的这周，美联储的这个不是之前呢，是这个PCE 数据，然后也是跟其他就业相关的数据，也刺激了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两天的这个快速下杀。大家已经体会到这个数据
对市场的这个驱动能量。那么下周又是更重要的非农数据了，然后周四也是就业相关的，周三有这个 ADP 数据，也就是小非农数据，然后周二这是消费者的一个信心指数，还有一个市场中这个公开的这个职位，对吧 ？Jobs opening，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所以说2、3、4、5都很重要。那么这个市场的波动相对会比较大，大家要相对的注意一下风险。又因为现在这个大盘很多个股也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所以说仓位控制又显得格外重要了，对吧？你可以不去这个做空，但是那个你可以减仓，或者说拿出一些筹码获利的筹码在场外，这个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先看一下这个标普。那么标普的话，先看一下月线。那么本月目前已经涨了2.84%。那么本月还有2个交易日，下周还有2个交易日，9月份就过去了。那么9月份过去之后，就9月这个结束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各个公司的财报了，对吧？那么美股尤为的明显，就是这个公司的财报对它这个一段时间的走势影响非常大，就10%几、20几的这个波动都非常多。所以说财报季又马上要来了。然后就是这些这个地缘政治啊、俄乌战争啊，还在这个角力之中，那么各种影响还都存在。再加上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也快到期了，任期新主席也快上来了，所以说他们各个的这个争斗也很多，那么对市场的影响都是，尤其市场又处于一个偏高的位置，这就造成了现在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出现一个快杀，这也是牛市的特点，对吧？快跌慢涨。那么现在月线上没有任何的迹象，想要出现任何变化，需要出现顶分型，对吧？我们刚才看那个禅师的文章，就是你想要顶分型，必须要出现这个明显的顶分型，或者说下一个月是不是要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对吧？包含关系之后再看是不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那现在任何都没有，所以说9月份基本上就保持现在一个状态。那么就看10月份能收成什么样。10月份如果说只是一个包含关系的，那可能等到11月份才能出现新的顶分型。就是没有顶分型就没有顶啊，只有顶分型才有顶，没有底分型就没有底。所以说不要每天自己吓自己。你减仓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觉得哎呀要崩盘了，要暴跌了，要这个2000年那科技泡沫了，要这那的，对吧？没有意义。不需要预测，你不需要，你只需要看。禅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对，不要让你的心动了你的眼睛。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那瞎想，你一定要看到才去应对，而不是说我预测、我想、我猜，我去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被其他的消息所左右，一定要看到才眼见为实，才是你应该做的。这是这个多说一句。我们看一下这段的次级别，对吧？虽然说这个月线上没有任何的顶分型，但是它的内部结构如果说出现了饱满结构，那么是不是内部也可以出现回调了？这是我们要观察小周期的原因。周线上结构已经挺饱满了，进入段 A 中枢、B 中枢2个高低点没接触，一个大的趋势上，非常牛的一个趋势上。那么这段的大幅下跌，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特朗普的原因，造成这个20%的一个回调啊。当时市场已经极度恐慌，说是熊市来了，因为它回调了20%嘛。一般这个对熊市的定义就是从高点回落20%。那么没想到一个微转又拉回来了。那么这段微转，尤其这段的时候，很多机构都是踏空的，对吧？都是非常悲观的当时。那没想到市场又打了一个高点，现在是节节高啊，最高点已经杀到了6699，那是非常非常牛。那么我们之前是测过一个点位的，也就是它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再比较一下，看一个神奇的数字。我把这个调整一下，我这个好像没在最高点，6711，看到没有？这段的进入段跟这个离开段在6711点达到了等比例，所以说6700吧，6700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或者说相对来说在技术上是有技术含义的。那么能否突破或大力度的突破6700，
那就决定了后面这段时间是不是还能继续往上冲一冲。如果说止步于6700附近的话，那你就知道了，这个有可能要出现一波回调了。因为在周线上，如果说出现回调的话，那周线上给你一个5%的回调，那么指数回调5%，那个股可能就20%、30%去了。所以说出现这种大幅的回落，我们还是要避开的。那么一样的反过来测，它如果说杀到0.382的话，就已经杀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对吧？所以说，先看它这里能不能够给到一笔回落，能不能够回来，不回来还是300，还可以往上走，对吧？如果杀回来，那就比较深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两个方向现在都要看了，尤其又到了6700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压力关口，看一下它的内部。那么在这个本周期上，在这个周线上也是一样，看一下裸 K 没有顶分型，但是本周是收了一个十字星，看到没有？收了一个十字星这么一个 K 线。一般十字星这种 K 线容易出现在这个相对的高位或者相对的顶或者相对的低位，出现这种 K 线的时候，基本上就多空达到了一个平衡，要开始选方向了，对吧？所以说出现这种在关键的位置出现关键 K 线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高警惕了。如果说下周直接就砸穿刚刚过去这周的低点的话，那么顶分型周线上就会出现顶分型了，对吧？那么现在如果说出现一笔回落的话，那我们再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4835进入段 A 中枢离开段，这个小 B 段走的是挺凌厉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就是在这个周期上我们测一下它有没有背驰啊，有没有这个等比例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是杀到了0.618，也就是在日线上这个进入段是比这个离开段的空间大的。而且这个离开段走的是相对纠结的，就是内部有很多中枢，这两个中枢我们画的是2小时的中枢，用1小时画的话它是比较复杂的，尤其就是出现了扩张，所以说用2小时画的话是比较清晰。那我们现在看它虽然说已经到了0.618了，但是内部比较这个复杂，我们也观察过最后这一笔，看一下1小时，从这个6360起涨点，1、2、3、4、5一个小五浪，然后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美联储利率决议那个时候，然后一个快速下杀，哎，刚好碰到了这个小高点，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结构买点，又杀上去一波，然后杀上去一波，最近又是出现一个快速的下落，就是因为这个跟就业相关的这些数据，对吧？回来之后没回来，还是3买又上去了。那么现在要关注的什么呢？就是是不是要出现3买转2卖？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均线在这里看，120，看到没有？120均线。就任何的周期上的120均线、120120均线和200均线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看这里也是踩到了120均线，这里是踩到了200均线，看到没有？所以说任何周期上你都主要看这两个均线就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关注的就是3买转2卖的话，对吧？那就可以回来，是不是要在这里再做中枢 ？A 中枢、B 中枢扩张之后，是不是要往上选，还是说？做出来中枢了，往下选也可以，因为这就是一个中阴段，对吧？是没有方向的，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往下选。所以说下周啊，需要关注这里是不是要下来了，还是说再弹一次2次反弹再下来，对吧？无论怎样，这个3买转2卖你要相对注意一下。如果说不能够很有力度的图上，你看现在 MACD 表达不够强。MACD 现在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 ，MACD 还没有冲到0轴以上。还在0轴以下呢。如果说下周来一个高开的话，那么 MACD 可能也就在0轴这个位置，然后高开低走，那你就要注意就是3买转2卖了，1小时的这个周期上，所以这个可以把你的这个机动仓稍微减一减，然后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还是说直接就杀掉这个3买这个位置。如果说直接杀掉3买不背驰，那就可能走就更深了。所以这个位置我们需要相对的谨慎一点，尤其是做这个短周期的这个交易的话。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我们简单的分析了一下。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先看一下比特币吧。那比特币我在做，应该是在周4做直播的时候，有朋友问到过，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当时问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上，我们当时说从这个最高点
117998这个下来的时候，1小时上已经有2个中枢了，当时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就说这个上冲啊，小周期上没看到动能，小周期上没看到动能，它要不就是在这个周期上继续震，要不就是什么呢？要不就是直接的这个再打一个3买，就是继续往下滑。哎，下来了这个图形，我继续往下走，出现一个3买也可以。那么市场的选择就是在我做周4做完直播之后，它是选择了一个快速下杀，离开了这个中枢，对吧？然后现在又在下面做了一个这个周期很长的这么一个1小时上的话，我们看够不够？它这段回落是够一笔，如果说直接到这里的话，它不够，所以说这个周期还不够1小时，这个可以是15分钟上有这么一个中枢，也就是说进入段 A 中枢，离开段 B 中枢，现在走的是 C 中的 A， 现在走的是小 c 中的大 A， 它完全可以在这里再走一个小 B 段，也就是说走一个 C 中的小 B， 然后在这里再做一个小中枢出来 ，C 中的大 B， 然后再打一个小离开，才有可能结束什么呢？才有可能结束这段。所以说，比特币要想进场做多的话，需要看到一种转变，也就是说，在这个小周期上，我要看到快速往上拉，而不是往下走。如果说能够快速往上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小周期上快速往上走，进入段跟离开段不背驰，也就是这个离开段不背驰的话，可以这样往上演变的话，那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逆转，对吧？但是再回到它的大周期日线上，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在1小时上分析的，现在这段结束了，它给你一段反弹，那么也不过就是这个最高点下来的2次反弹。如果说你再去弄一个趋势线的话，如果说2次反弹都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形成了反向中枢，可以继续往下跌。所以说呀，比特币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偏弱，整体来讲偏弱。如果说不能够快速往上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要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以这种方式来构成周线上的一个大回调。我们看一下周线，也就是说看一下这个裸 K， 周线上这里是形成过3、4周的一个下跌，但是不够一笔，所以说我现在更倾向于它跌破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哪个更低吧，这是107250，应该是107250那个更低。那么107250更低，跌破107250这个位置，造成周线上的一笔回落，对吧？这样的话，可能周线上形成这么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再形成一个中枢，然后可以往上走。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周线上它要跌破这个107250。你看它这个 MACD 张口已经开始慢慢的张大，然后虽然说还在0轴以上，但是它张口有向下的这个倾向性，所以说这一段回落一笔之后，那么这个周线上回落一笔，也就是说日线上要么是123直接砸破这个低点107250，形成一个盘整背驰，或者说我再弹一下1、2、3、4、5，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进入段离开段比较是不是有背驰。如果说不背驰，那你就更要耐心等待了，对吧？所以说整体来讲，比特币我是偏悲观的，所以说它甚至可以踩到这个200均，看到没有？这有个200均。如果说踩到200均，弹一下，对吧？也可以的。你现在就可以测一下这个3段，如果说出现3段下跌的话，等比例100715，10万附近，那么还在200均之下呢，对吧？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杀到200均，那么如果说，比如说踩一脚这个位置，然后快速往回拉，你就知道了，基本上这段下跌就可以结束了，可能来一个这个破底翻之类的东西，然后往上回，那么这一笔你是可以吃的，甚至是它直接强的话，直接再突破高点也没有问题。那这都是后期的这个跟踪了。好的，这是比特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币，大家好像现在关注以太币的比较多。我们看一下以太币的大周期吧。以太币这个最高点4955.9是这个历史最高点，它突破了前面这个4867。那么在月线上，它是形成了2个大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扩张了，对吧？
扩张之后的中枢不代表它就一定要往上走，然后这里再出来一个扩张之后大中枢，然后结束整个，它也可以直接结束在这个最高点，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扩张的盘整走势类型，对应一个向下的走势类型也可以的，对吧？就是主要就是看这个扩张之后这段向上的这个力度，这个力度比较强才能脱离这么一个扩张之后大中枢的吸引力才可以。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最后这段。看一下次级别，一笔上，一笔下，下了现在下已经回落够一笔了，我们也可以测一下它的这个回落的这个空间，还没到0.382，对吧？现在这个在0.382之上还是比较强的，虽然说回落的空间挺大，但是在周线上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弱的回落。现在这个 MACD 还没有交叉呢，对吧？如果说这里来一个空中加油再起来也可以，所以说回落并不是什么坏事儿，问题是你在上面高位的时候有没有减仓，那么你在回落的时候才有可能加回来。现在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回落这一笔能不能够结束。看一下次级别，哎，这是我们这个日线上分析过几次，日线上我这里也测了一下，这3笔等比例在这个位置刚好在4021，现在刚好也是在4021附近，你看到没有？这3、4根 K 线全在4021这里。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守不住的话，如果继续往下走，那就可能就要到1.618了，刚好有一根均线，120天也在这个位置。如果说杀到这个位置，那就不背驰了，也就是说这个3跟1不背驰，那么它可能是给你一个4的弱反，然后再来个5，就是一个5段来结束这个周线上这笔，那就可能到那个0.382那个位置了。刚才我们在周线上看那个位置，所以说如果说这个4021挂不住的话，守不住的话，你要想做多它的话，你就要谨慎一点，最好是等一个5段之后再做它，这是我们需要提醒的。好的，这是这个以太币。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其他动能比较强的这些大公司、大科技公司，英伟达。英伟达，我在周5直播的时候简单，因为时间，当时电脑比较慢，然后再加上我个人状态也不太好，所以说周5的这个直播呢，就是这个周4啊，在周4直播的时候状态不太好，所以说分析的也比较差，也不太详细，简单说了一下，也就是说。这个184.55刚好突破了前面这个184.48，造成了什么呢？造成这个位置，如果说它直接在这里结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进入段、肘中枢还有高点，这个结构是饱满的，相对饱满的，对吧？因为它完全是就可以结束了，不结束也可以，那就可以在这里震。如果说结束的话，那就是在这里给个3段，甚至是给我走中枢这2个也可以，对吧？所以说这就是它现在一个演变，那么可以就截止在184.55，也可以是在这里做继续中枢震荡。其实这就是2个分析方法，同级别分解、非同级别分解。那么2个方法都重要，需要结合起来看。现在就是简单就先用这个中枢来看就好了，中枢继续震荡，不脱离这个中枢就继续震。想要脱离它，必须要杀破这个低点，或者说突破这个高点才可以。在没有出现变化之前，你就先做中枢震荡就可以。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现在主要市场上对它这个质疑的声音，就是因为现在英伟达开启了这个买的节奏，对吧？前一阵儿是投资了这个英特尔5%的股份，买了5%，然后现在又花1000亿美元投资 OpenAI，但是呢，这个事儿让市场产生了质疑，就是说有点类似一个庞氏骗局嘛。哦，我投资他，然后他买我的 GPU，然后我投资他的这个数据中心，相当于一个循环了，有点类似这个来新钱，然后这个还旧钱，类似庞氏骗局。现在市场对它的盈利这个能力也好，或者说整体这个投资的情况出现了一些质疑，造成了它是当天出了这个投资 OpenAI 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小的回落。不论怎样。图形上告诉我们这段它是要进入一个震荡了，对吧？可能要等财报了。看一下，10月19号，每一次那个英伟达财报都特别慢，特别晚，这要比其他大科技公司都是基本上在最后，它这个财报直接干到11月份去了，所以说非常的晚。那么就我们之后再看。
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交易方面的，或者说投资方面的刺激英伟达。在没有出现之前，那就是继续中枢震荡。所以英伟达在短期的话，没有大的那个事件刺激的话，它是不会脱离这个中枢的。看一下 Palantir，那 Palantir 这个位置，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它的大周期，它的整个起涨点在这个位置5.92，周线进入段这里有一个大中枢，然后呢，它最牛的是这个回落，低点在20.33，这个中枢的高点，中枢上沿在20.24，刚好没回来，形成了一个周线一个大三买，这个位置非常牛。那么起涨点是16.14，那么我们之前是数过浪形的，1、2、3、4、5，现在在第5浪。那么第5浪现在最后这段的话是没有出现方向，要么是再次突破190，要么需要跌破142.34才会出方向，对吧？你要么就是一个上涨延续，要么就是回落成一笔，出现一个1、2、3、4、5、6第6笔或第6浪都行。现在没方向，那这就我们需要2个方向都要看。所以这就是你在这个分析的时候，不能够一根筋的就片面的认为我只能涨不能跌，对吧？那你就够相对的片面了。那么在日线上66.12到这个最高点，这是周线上那一笔，在日线上1、2、3、4、5已经5段了，5笔，这里也是可以回来做一个中枢，看看是不是做完中枢之后可以继续上，直接上也可以，因为这个回落这笔还没有完事。但是目前看这段上的相对的有点这个纠结，不是那么的凌厉，对吧？就是说什么叫凌厉的向上呢？就是结构一定要简单，以浪形的模式，这是凌厉的一个走势。那现在没出现，就是更可能的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看看做完中枢之后是不是要向上选，还是说1次反弹、2次反弹向下选也可以。所以说就是出现中枢之后的这个一个选择性。这是这个 Palantir， 看一下特斯拉。那么特斯拉在这是9月12号大涨了7.36%，就是马斯克花了好多钱买自己家的股票，就市场觉得他对自己的公司有信心嘛，然后也是后期现在从214.25这个结构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开始离开段，进入段比较等比例468，现在还没到，离开段的内部已经相对饱满了，看一下1小时314就是这个离开段的起涨点 A 中枢 B 中枢，现在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小 B 中枢，就在这里一直震，每次都是回到中枢然后继续上去，对吧？那下周看能不能够再次突破这个，走小 C 段，给一个3买再结束，就这段可以小 B 段日线那个小 B 段可以结束了，然后再看这个日线上有没有大幅回落。如果说能够杀到等比例这个位置，给一个回落，那对这个中枢还是3买，还可以打高点，对吧？有回落不是坏事儿，前提是你在这个上升过程中力度衰竭的位置的时候，你有没有减仓，对吧？你要减了才能买，这样的话是一个对的节奏。这就是针对这个特斯拉。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说一个这个英特尔，也最近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那么英特尔也是，最近的一段时间的市场表现远超或远好于其他的股票，就是因为这个英伟达也是投资它，然后美国政府也买了10%的股份，英伟达买了5%的股份，然后这个。现在英伟达也是，那个英特尔也是开启了，怎么说呢？那个，叫奉旨，我看网络上论坛里面大家有说叫，奉旨乞讨，就是说现在因为美国政府在后面背后支持他嘛，对吧？其实像英伟达投资它5%，或者说那个其他公司投资它，都是看在美国政府身上，这个给美国政府面子，或者给这个川普面子，这个东西不好说。那么具体后期怎么样的话，我们需要继续跟踪。那么它在周五的话，或者说周四，说是想要跟苹果合作，或者说跟这个台积电合作，才造成它最近的一个大涨，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它的基本面是出现了变化，看一下大周期。
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从69.29进入段中离开段，对吧？然后现在这笔反弹也够一笔了，这个反弹从最高点这里我们测过，现在是在0.5，看一下裸 K， 刚好也在200月均线，往上的话就是120月。如果说到了0.618 38.44的话，还没回到这个中枢，就会形成一个月线大三买，那就会出现一个月线大三卖啊，三卖转二买，可以这样做一个中枢，看是不是做了中枢之后往上选，对吧？可以出现一个三卖转二买的这么一个模型，或者说真的是出现这个到了这个位置出现三卖了，然后就打破这个低点，不是没有可能的，技术上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吧？三卖转一买也可以，但是现在看，如果说现在英特尔有点类似那种大而不能倒，对美国政府来说，或者说对美国的这个整个国家战略来讲是大而不能倒的企业的话，那么它想要再次跌破这个低点可能性就比较低的，更可能是一个三买转二卖，然后直接就再打高点都有可能，对吧？可能是因为得到的合同更多的话，那肯定这个业绩是有表现的，所以说是慢慢向好的。这个我们是有待后期观察的。再看一下次级别，还是一笔上，周线上，主要是日线上这个结构。那么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这个位置的时候，朋友都在问，对吧？那么我们当时说过，这是这个起涨点，然后这有一个中枢，它好就好在这个震荡啊，是在这个中枢离中枢有段距离的，不是紧贴着这个中枢。如果说紧贴着中枢的话，是很容易被拉回来的。它就好在是在这个中枢上方这个位置，对吧？这肯定是就是有消息灵通人士在这里吃货呢，对吧？他们肯定很提早就知道英伟达要买他们的股份呢，肯定很多内部人士、消息灵通人士肯定早就知道了，所以在这里进货呢，造成了他在这上面一直悬着没下来。那么现在进入段有中枢，离开不背驰，对吧？所以说什么时候这里再出一个中枢，可能结束这个。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